12月18日就是台湾的4大公投了，重启核四、反莱猪、公投榜大选，还有3接迁建。今天要来面对的这本书《反动的修辞》，就要来教你如何破解公共论述，看看反对改革的人士如何用修辞技巧来进行辩论。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经济学家 Albert Hirschman， 他指出过去300年来，欧美国家发生3次大型社会变革，18世纪推动普世人权，19世纪推动全民投票权，20世纪推动社会福利。每次的社会进步都会遭遇反对的声音，这些反对声音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直接反对进步价值，而是反对你把它们付诸实践。为什么不敢直接反对呢？因为抗拒进步思维在现代社会本身就很政治不正确，所以反对派的人会说，我同意你提出的价值观，但是这个进步政策可能会适得其反，徒劳无功，甚至带来更多危害。这3种说法就是反对派常常使用的论证方式，可以套用在完全不同的社会问题上，具有很强的煽动力，所以作者就把它们称作反动的修辞。第一种反动的修辞叫做悖谬论，看起来很好，利益良善的改革行动，最后结果却会跟目标相反。改革人士试图把社会推往某个方向，的确可以推动，但却是反方向。例如，当台湾的劳工团体要求政府调涨基本工资的时候，反对人士就会出来说，我们不反对调涨基本工资，给劳工更好的生活品质，但这会影响到中小企业，对拼经济很不利，所以你们如果要求调涨基本工资，反而会让更多劳工失业。这就是典型的悖谬论，认为改革反而会带来反效果。其实这种论述一点都不新鲜，早在19世纪，英国政府要推行救济穷人的济贫法时，反对派就说，那他们就每天失业领补助就好啦，就不会想工作啦，这反而是鼓励大家都不要工作，所以社会福利政策反而会制造更多穷人帮助穷人只会让他们变得更穷。到了20世纪，悖谬论又在社会福利的辩论中出现，而且多了市场机制的新包装。例如经济学家 Milton Friedman 就出来说，最低工资法用意良善，但却会产生反效果，因为低薪是市场供需调节的结果，如果政府用最低薪资来干预市场，反而会产生悖谬效果，因为一旦实施最低薪资，资方就要付出更多成本来聘雇劳工，所以能聘雇的劳工就会变少，整体就业率反而会下降，等于会有更多人失业。到了当今的21世纪，同样的悖谬论也出现在讨论全民基本收入的辩论中。反对派会说，如果实行基本收入，人们就会不想工作啦，基本收入利益良善，但结果却会让社会变得更糟。这些悖谬论的说法其实都不符合历史事实，像是经济史学家 Karl Polanyi 就发现，在英国通过1795年的济贫法后，农业部门有最低工资补贴，这反而有助于社会安定。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时，英国就能够有稳定的粮食供应。让我们再多举几个例子。19世纪末，欧洲开始实施工业意外险的时候，报纸上就有人用悖谬论来帮老板说话，说如果有工业意外险，劳工就会故意自残来诈领保险金，所以工业意外险反而会让更多劳工出意外。美国在2战后提供育儿补助计划，补助无法上班的单亲妈妈养新生儿。当时反对派的人就用悖谬论说，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补助破碎的家庭，等于是鼓励更多妇女未婚生子，鼓励离婚。但事实是，因为有这份补助，女人终于不用被迫待在有问题的婚姻关系里。或是在1970年代，美国要实施公路车速限制，绑安全带，当时的经济学家 Sam Peltzman 就跳出来说，这会让人以为开车很安全而放松戒备，反而更容易出现交通意外。但实施的结果却是相反，并没有出现更多的车祸。那如果悖谬论不符合事实，为什么人们还常常会相信呢？作者认为，悖谬论只不过是把社会发展的规律给夸张化的说法。每个人在社会上行动时，本来就可能产生意外事件，出乎意料的结果，这是出自于人的理性预测能力有限，没办法面面俱到。而悖谬论就是抓住这一点，用可能发生的意外后果来否定改革的良善意图。但事实上，本来就没有人可以完全预测社会未来的走向，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就此放弃改革。相反的，进步的启蒙精神就是认为人有能力改造社会，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我们应该做的是在政策实施后，
侦测并矫正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而不是因为可能产生副作用就放弃改革行动。第二种反动的修辞是无效论，顾名思义就是认为各种社会改革根本徒劳无功，表面上看似进步，但实质上最底层的社会结构并没有被改变。例如在台湾，我们常常会听到教改不管怎么改都没用，阶级复制永远存在，多元入学只是多钱入学，还不如回到联考制度。这种说法虽然可以得到很多人共鸣，但如果你去看多元入学的实证研究，就会发现比起联考，它还是更能促进阶级流动一点。所以教改无效论本身其实不符合实证数据。这种无效论的修辞，在19世纪欧洲要推动普选权的时候就常常出现。意大利的政治科学家 Gaetano Mosca 就说，欧洲从贵族社会转变成民主制度，表面上好像是进步转型，但事实上民主选举只是让人们以为进步的障眼法，社会永远都是统治者跟被统治者而已。所以 Mosca 说，任何承诺给大众代表权的政治体制都是谎言。Mosca 之所以会提出这种民主无效论，是因为他观察到在意大利南部的乡下地区，如果给穷人投票权，这些穷人一定会被地方势力收买，因为穷人想要的是钱，根本不在乎要投给谁，所以选举只是强化了统治集团的权力。因此 Mosca 说，议员不是民选的，而是他总有办法让选民选上他。既然选出来的人也都是既得利益的统治者，那你们干嘛要争取有投票权呢？反正有投跟没投都一样嘛。这种民主无效论，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也有点道理，但是请注意，这是在一般大众还没有投票权的19世纪用来反对普选权的说法，这等于是直接否定了大众可以用投票来改变社会的可能性。这就好像说，反正教改也没用，那我们就回到联考制度就好啦。而且这种无效论有一个问题，就是忘了把自己的效力考虑进去。因为当无效论者跟社会大众说改革不会有效果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在对社会产生一种效果。例如当 Mosca 否定意大利刚出现的民主制度时，他的理论反而促成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结果反而促成了另一种效果。再举一个无效论的案例，在二战后，欧美国家开始转向福利国家，有一派人就用无效论来质疑社会福利。例如美国詹森总统的福利计划就被无效论者攻击，说纳税人的钱不会真正帮助到穷人，而是提供工作机会给行政人员、社福机构，拿去养官僚，所以福利计划根本无效。经济学家 George Stigler 甚至认为，美国的国家公共支出其实是拿穷人的钱来补贴中产阶级。例如州政府补贴高等教育经费，但是哪些人有钱可以读大学？其实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的子女才可以入学，所以纳税人的钱其实都拿去养中产阶级了。雷根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 Martin Feldstein 甚至说，其实社会福利有一大部分穷人都领不到，因为穷人更可能做没有失业津贴的工作，或是工时太短没资格领，或是自动离职而非被资遣，所以社会福利用意良善，但根本无效。这些无效论的说法看似非常有说服力，但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把话说太快，讲太满，不让社会有学习机会，汲取教训。但事实上，社会政策本来就有修改的空间，没有哪一项改革是一步到位的。如果人们质疑社会福利只是被官员拿去中饱私囊，我们就可以再制定相关制度来避免这件事情发生。所以短期来看可能是无效的，但长远来看却可能有效。同样的，台湾的教改短期来看看似无效，但是社会大众可以因此提出修正，让未来的教改变得更有效。所以作者认为，要反击无效论，我们就必须保持正确的心态，就是跟历史保持一段距离，不要急着对某项政策下定论，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知道社会改革到底是成功还是白忙一场。最后一种反动的修辞是危害论。危害论认为变革本身是好的，但却会引发更大的危害。剑桥大学的古典学者 Comfort 最先提出这种修辞技巧，先假装在原则上同意改革目标，再说改革会带来其他伤害，所以我还是反对改革。例如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说法，我不是反对同性婚姻，但是有必要为了同性婚姻而摧毁传统家庭价值吗？或是我不是反对非核家园的理念，但是必须重启核四，台湾才不会有缺电的危机。这种危害论的说法早在欧美国家盛行了200多年。例如19世纪时，英国要扩大参选权，让成年男性也有投票权，
但是因为英国一直有皇室贵族的传统，所以民主这个字在当时其实含有贬义，听起来比较像我们今天讲的民粹恐怖。当时的政治官员 Robert Lowe 就说，把权力从有钱人手上转移到那些每天要为生存斗争的人民手上是极危险的，因为普选权会让人民有权利掠夺富人的财产，但是财产权是由宪法保障的自由，所以如果实施民主政治，等于是剥夺有钱人的自由。结果英国实施了全民普选后，有钱人有被剥夺财产自由吗？没有。至今英国仍然是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同样的，同性婚姻通过后，台湾人的家庭价值有崩解吗？如果核四不重启，真的会发生他们所说的危害吗？不重启核四，台湾就会没电可用；不重启核四，就没办法查弊案；不重启核四，就是放任空污毒害台湾人。这种危害论的修辞，其实暗藏一种逻辑，就是认为为了达成 A， 就一定要牺牲 B。作者把这称作根深蒂固的零和心态，仿佛 A 跟 B 是完全不相容的。如果我们认为只有重启核四才能解决能源空污问题，等于直接放弃思考其他可能的替代方案。例如，有什么节能方法能减少全国用电量来应对缺电危机？或是为什么需要动用到公投才能查核四弊案？让你不去思考替代方案，恰好就是危害论者想要达到的目的。这样一来，他们的恐吓就成功了。有人会说，反核人士也是在宣扬一样的危害论啊。他们说，如果重启核四，就可能有核废料污染、核灾发生，这不也是在恐吓人民吗？如果正反双方都使用危害论时，一派说反核四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另一派说不反核四才会造成灾难性后果。这时候我们就必须回到现实，检验他们的论据。核废料、核灾可能造成的危害，跟停用一座核电厂可能造成的危害，哪一个伤害更大？最后，作者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要去怀疑所有危害论所宣称的预期效果。例如，公投通过后，就一定可以重启核四，达到以核养绿吗？并没有，核四还是必须先通过审核，确认没问题才能运转。如果审核没过，公投过了也没用。或是公投通过后，核四可以马上运转，让台湾不缺电吗？也没有，正方认为要再等5年，反方认为要再等15年才能发电。或是核四的发电量真的可以补足台湾的缺电吗？公投通过后，就一定能够追查核四的弊案吗？没有人知道，这依旧取决于执政党。所以即便公投过了，核四也不一定能运转，也不能马上发电，弊案也不一定会被揭发。永和派所说的危害都依然会继续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要去质疑危害论的说法。在介绍完3种反动的修辞后，作者也希望提醒大家，所谓的民主讨论，不是你先带着已经定型的一己之见去说服别人，这不叫做讨论，这只是聋子的对话，因为双方都在警戒对方的论点可能攻击到自己的立场。相反的，民主政治的正当性是源自决策过程中，公民透过充分讨论来形成意见，意见是透过跟别人讨论慢慢形成的，不是在讨论之前就决定好的。这样才有可能让双方超越坚持己见的僵局，提升到超越正反双方的新层次。正是因为这个讨论过程对民主决策是必要的，所以我们才必须更加小心。有些人假装要跟你做民主讨论，但事实上是想要偷渡反动的修辞。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公共辩论的话术分析，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一本《反动的修辞》，带你破解各种常见的政治话术。别忘了留言加分享这支影片的脸书贴文，就有机会抽《反动的修辞》一本。如果你需要安全又快速的 VPN， 欢迎你试试这款业界知名的 Node VPN。注册一个账号，只要按一下即可连线，支援各大平台，无论是 Windows、Android、iOS、macOS 和 Linux 都可以使用。Node VPN 在60个国家设有5100多台伺服器。经过连线测速试验，是业界最快速的 VPN。只要按一下 Node VPN， 就可以让你变更虚拟位置，让你人在国外也能使用台湾伺服器，解锁地域限制，绕过审查封锁。如果你人在台湾，也能用虚拟位置连上串流平台，让你能够享受国外折扣、
观赏台湾地区看不到的内容，或是购买台湾尚未发行的游戏。现在输入折扣码 SuperY 还可获得 NordVPN 的折扣优惠。本集影片由 NordVPN 赞助播出，也欢迎你加入 YouTube 频道会员，就可以定期收看会员专属影片哦。